本是一，在所有名字之间相遇，不再分离，不再逃避，每一刻都是创世的记忆。我们原本是一，当我说出我爱你，那不是对你，而是对整个存在的回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第3季，我们来说说E的法则，为什么是这个主题？其原因有2个。1. 了解自己目前身处的位置。2. 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才能从现在的游戏毕业。许多修行者专注于自身的提升，对于整个世界与宇宙并没有太多的相关知识与认知，这是因为我们人类降生于这个星球本身的限制，就是见树不见林。如果人们可以多了解整个系统的构造与设计，那么就会更清楚地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，也比较清楚自己的定位，等于是在冒险的旅途中拿到一张地图。阿吴认为这对许多人会很有帮助。但市面上的通讯资讯那么多，为何是E的法则？首先，阿吴简单先来介绍E的法则的独特地方。1. 结构极度一致，3年多的通讯，前后逻辑高度一致，概念可彼此验证，互相支撑，几乎没有情绪性讯息或迎合听众的内容。2. 不鼓励依赖，不制造权威，拉多次拒绝回答有关个人的未来，预言细节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，甚至在被问到太深入时，会直接说，这样的回答会侵犯自由意志。3. 不以开悟或神秘体验为卖点，与多数灵性讯息不同，E的法则不鼓励追求神通，不强调顿悟，不承诺解脱，他反而反复说，第3密度的核心不是觉醒，而是在遮蔽中做出选择。4. 对负面路径同样中立描述，拉清楚承认，服务自我 STS 是合法进化路径，黑暗不是错误，而是另一种选择，这在灵性资料中极为罕见。也就是说，在E的法则里没有所谓的正邪之分，不是所谓光明与黑暗的较劲，只是对真理理解的程度不同，而不同实体引发的互动而已。还有最重要的，如果要说E的法则最与众不同，也最严格自律的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拉对自由意志 free will 的近乎极端的尊重。他只是单纯的介绍宇宙的结构，并不做任何指示。拉一再强调，他们不主动介入人类文明，不会降临教导，不会主动显现神迹，只有在被轻触呼求 calling 时才回应，而且回应的内容也被严格限制在资讯层面。他并不是以一个权威的角度站在高处，他只是以一个过来人的旁观者述说事情。他反复提醒他们可能出错，这点在灵性资料中非常罕见。他也多次说明，他们的理解并非完美，只是以他们密度层级的视角，听者必须自行分辨与筛选，这直接把权威交还给听者本身。因为多数灵性讯息会暗示你应该相信我，以恐惧或希望引导选择，不自觉制造依赖，而拉的立场恰好相反。他说，我们不需要你相信我们，我们只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解框架。这种彻底的退后本身就是对自由意志的最高尊重。在E的法则中，拉对自由意志的尊重甚至高于传递真理本身，他们宁可保持沉默，也不愿替人类做出选择。因为在这个宇宙的设计里，不是知道真相让人进化，而是在不知道全部真相的情况下，仍然选择成为怎样的存在。以上就是琥珀为何第3季要来聊聊E的法则的原因，因为这完全符合琥珀的风格，把资讯放在那里，让准备好的人自己走过来。现在阿吴来简单的科普一下E的法则吧，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细节，可以自己上网查查。E的法则的成因，什么时候，在哪里，怎么来的？E的法则 The Law of One， 又称拉资料 or immaterial， 形成于1981至1984年，地点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Louisville，Kentucky。
它不是一本通灵者个人写下的灵性书，而是一系列高度结构化、持续3年多的问答通讯记录。2. 重要成员是谁？整个通讯由3位核心成员组成，被称为 LL Research 小组。Don Elkins， 物理学家，前空军军官，负责提问与理论架构。Carla Rueckert， 通讯载体 Instrument， 进入深度恍惚状态传递讯息。Jim McCarty， 支援者，负责仪式、能量稳定与记录整理。这不是即兴对话，而是高度严谨，每次通讯前都有固定保护与准备流程。3. 拉是谁？称自己是1的法则的谦卑使者，一个来自更高密度的集体意识，属于服务他人 STO 极化，其本源经验与地球、金星、埃及文明有深层关联。拉并不自称为神，不要求崇拜，反而一再强调，他们不是权威，他们可能出错，听者必须自行分辨。拉的角色更接近一个解释宇宙架构的旁观者，而不是指导人类该怎么活的导师。通讯方式不是附身说话，而是深度恍惚的狭窄通道。拉的通讯是透过 Carla Rueckert 进入极深层的恍惚状态，他的人格意识完全退场，不参与内容组织，不及时思考，不诠释。这与多数半清醒通灵、即时翻译本质不同，更接近一条极窄、极纯的讯息管道。拉只回应被清楚提出的问题，他不主动教导，不自由发挥，不延伸话题，所有内容都严格依附于 Don Elkins 提出的问题。问题不清楚，回答就模糊；问题越精准，回答越结构化，这让整套资料呈现出高度逻辑性、前后一致性，几乎没有情绪性发言。至于1的法则到底在说什么呢？阿吴可以简单的浓缩为：万有本位一体，在自由意志与遮蔽之中，每一个存有透过选择如何对待他者，完成自身的进化。这和许多地球的宗教的主旨有些相同。是的，我们的灵性都需要经过进化与淬炼，一步步走向更精纯的光。所谓的意识的进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宇宙不是随机的，而是一个为了让意识逐步认识自身而展开的进化过程。意识透过不同密度的经验，逐步认识我是谁，并最终回归对一体性的完整理解。这里的进化不是科技进步，也不是道德提升，而是意识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理解深度逐步扩大。简单来说，低密度的意识状态，我存在；第3密度的意识状态是我如何对待他者；高密度的意识状态则是我与他者本为一体。那该怎么进化？在人类目前所属的第3密度中，进化方式只有一个重点：选择并持续极化，不是靠修行技巧，不是靠知识量，不是靠神秘体验，而是靠在日常经验中一次又一次选择，我是以服务他人，还是以服务自我为中心？这两者皆可以，但这个选择要一致、真实、长时间维持，这就是第3密度全部的功课。所以要在我们所属的第3密度的毕业，前往下一所比较温和的学校。第4密度学习并不需要开悟或悟道，并不需要到那个程度。那阿吴干嘛前2季还要教大家得定，以至于开悟的分享？那是因为地球还有所谓的流浪者存在，阿吴的对象是他们。至于流浪者是啥，之后的集数会介绍。既然想从这里毕业，不需要悟道，只需要长期真诚的一致选择，也就是所谓的极化。很多人可能觉得很简单，但其实对于现在的地球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，其原因以后再说明。这导致目前这个关键的时期，能从第3密度毕业的人数比例并不高，也许不到1/4。这些尤其是关于第3密度的地图，阿吴以后会再详细来跟各位解说，这里只是让大家先有一点点概念，先不在这里展开说明。那为什么要进化？神想体验自己这个说法对吗？这只是一个比较拟人的说法。如果用拉非常中性的说法是无限造物者，
借由有限的观点来认识自身的无限。这不是情绪需求，而是一种存在的自然展开。为什么需要分离与多样性？因为若只有一，就没有对照；若没有对照，就没有经验；若没有经验，就没有认识。所以一必须暂时成为多，多才能回头认识一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不同密度，有遮蔽，有自由意志，有光与暗两条路径。那进化是被强迫的吗？不是，没有被要求快，没有被要求成功，没有被要求觉醒。你甚至可以停留、重来、绕远路。自由意志本身比进化速度更重要。在一的法则中，进化不是任务，而是意识在自由中逐步记起自身本质的自然过程。最后我们来聊聊什么是密度。在一的法则中，密度不是空间维度，而是意识振动与理解层次的阶段。密度描述的是意识能理解多少一体性，以及如何经验自己与他者的关系。我们来看密度不是什么，因为这常让人误会。不是物理维度，不是3D、4D 那种，不是高低好坏的等级，不是神秘能力的多寡，不是谁比较高级。密度等于学习阶段，不是身份地位。那密度本质上是什么？密度是一个意识在宇宙中能容纳多少光理解的程度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意识的解析度，或一个心智能处理的真实范围。解析度越高，你看到的不是更多东西，而是看到分离其实不存在。那为什么要用密度这个词呢？密度来自于光的浓度 density of light， 光等于意识，密度等于意识聚合与理解的深度。每一个密度都是光被理解到某个程度的状态。例如学校年级，1年级不是比6年级低贱，而是课程不同。1年级学加减法，6年级学代数。你不会要求1年级生去考微积分。今天先这样，下集阿吴再慢慢介绍这个宇宙的结构给大家，拜拜。